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前面的一不见，后面再多的零还是零。主题字很长啊。那这句话其实是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修行智慧啊。这个一如果用世俗的角度来看，是指金钱、地位、头衔等等的根本价值啊。但如果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哦，而是一切价值存在跟成立的根本。用更就近的语言来说，这个一可以说是本性、觉性跟真如啊，也就是佛法讲的人人本来就具有智慧跟德性，这也是一呀。而这个一就是清净的源头，甚至是法的源头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啊。所以一是根本，零是附加上去，没有根本，再多的附加都会没有意义啊。每一个人一生中都在追求银行的存款簿里面呢，数字一后面多几个零啊。但是当零正在逐渐增加的时候，却发现前面的一不见了。如果一有在前面，那就是10000，零越多越好，因为很有价值。如果这个一不见了，那就变成什么？00000，再多的零还是零嘛，对不对？零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它跟在一的后面，才会变成10，变成10、100、1000、10000。所以说，前面的一不见了，后面再多的零还是零嘛。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不要去追求零的哈，而是在提醒我们，零前面的一能不能守得住啊？一守得住，后面的零才会变得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人生一旦失去了关键核心的价值啊，即使累积的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啦。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观偏差的啦，核心价值偏差的啦，再怎么努力呢，意义也不大的啦。那这个一到底指什么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呢，而是一切价值的根本来源呢。就像什么呢？健康、智慧、良心、喜悦甚至学佛的人讲一心一志、一门深入、一心不乱、万法归一，也都叫做一嘛，不是吗？累积很多的财富，但失去健康这样就会把所赚来的钱呢拿去跟医生分啦，或把赚来的钱拿去买药啦，你就真玩弄啦，对，很冤枉了啦。或者很有钱，但很不快乐，身处豪宅，心在地狱啊，变成腹中之贫呐。同理啊，很有钱，但是很没有智慧变成没钱还不会作怪，有钱就作怪啊。那这样很可能会家道中衰啊，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所以健康、智慧、喜悦，老实讲，还不算是真正的一哦。只能说，当一稳住之后，自然长出来的结果，刚刚讲的这些才是结果。换句话说，一存在的话，健康、智慧、喜悦才会在。一如果不在，就算短暂的拥有，我们也会守不住啦。好，问题来了，那要让我们健康、智慧、喜悦的一是什么呢？3个：心正、心清、心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一。为什么？因为心正的人比较不会过度消耗，所以身体比较健康。心清的人因为判断力精准，头脑很清楚，智慧自然显现。心安的人因为他不会执着，他不会过度比较，所以喜悦自然而来啊。所以一不是单指银行存款数字前面的一而已哦，
而是指一个根本原则，关键性的原则，意思是这样子的哈。有一位年轻人很努力工作啊，能力也很好啊，升迁很快哦，收入越来越高。有一天他拿着存折，很自豪的跟一位长者说了，他说：“你看，我现在累积了这么多的存款啊，还有车子、房子等等的，什么都有了。”那长者呢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在纸上写了一个数字100000000，然后问他这个数字大不大？年轻人说大，然后长者接着拿起笔呢，把最前面那个1把它划掉，变成00000000，然后问他现在你还剩多少？这年轻人愣一下说，全部都是零啊，当然什么都没有了。那长者看着他，慢慢的说了一句话：“你现在的人生就像这串数字啦，后面那些零代表什么？你的能力、财富、地位。但前面那个1是你的良心、品德、智慧、观念。如果有一天你为了赚钱而失去诚信，为了成功而失去做人的原则，为了名声而失去你的出发心，那就是前面的1不见了啦。那你后面再多的0，再多的累积，最后都会变成0。然而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发觉他已经在慢慢失去了好多东西啦。例如什么？身体变差啦，家庭关系疏远啦，因商场如战场产生的竞争的压力增加啦，造成患得患失，心里常常焦躁不安，睡不好。如果1还在，那后面加再多的0才会越来越有价值。如果1不见了，再多的0还是0。相信在商场上打拼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了啊。有一对夫妻啊，年轻时候非常辛苦，自己省吃俭用啦，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事业跟孩子身上。他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们自己苦一点没有关系，将来孩子会照顾我们。于是他们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孩子啊，这就是再加一个0啊，把房子登记在孩子名下啊，又再加一个0啊，把存款慢慢交给孩子啊，这样也是又再多一个0啊。在他们心中，这是为将来做准备啦。然而到了晚年，情况慢慢变了哦，因为子女都有工作在忙啊，生活压力也很大啊，甚至孩子开始计较照顾父母的责任啊。有一天，老先生很有感触的说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太早把最重要的东西交出去了呢？后来他才明白啊，原来人生就像一串数字，而1就是自己的身心健康、经济自主、生活安稳跟活得有尊严啊。他们这一生一直在为孩子加0啊，却不知不觉中把那个1也交出去了啦。当这个1不在了，再多的安排也会让自己没有保障，再多的付出也可能变成负担，再深的期待反而带来更多的失落。因此现在社会上才会出现一句话嘛，养儿防老嘛，现在讲养老防儿啊。这个现象其实不是孩子变坏，而是很多人把人生的1放错位置了。爱孩子没有错，但不能把自己一起交出去了。给孩子资源也没有错，但不能把连主导权都交给他啊。守住那个1，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啊。失去那个1，连爱都会变成一种负担了，不是吗？所以真正保障不在孩子，而是自己还能不能握住那个1呀？不把人生压在别人身上，这个是智慧。守住自己的1，才是真正的依靠。所以我们常常讲嘛，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啦，不是说靠别人不重要啦，靠自己更重要啦。而自己重用自己也是一样啊，靠别人要不要重用我们那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重用自己，那个才是关键的意义啊。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条走来的心路历程啊。不管我以前不管是做生意或现在做志工啊，与其要别人给我们因缘，不如自己创造因缘。我常常是这样子讲的。自耕福田，自得福缘，也是这个意思嘛。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啊。这个真心也是意哦。迷失真心就是意不见了，真心不见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在生死河里，身不由己的载浮载沉，所以才说流转生死嘛。我们如果深入探讨，会发现人生有很多关键的意义啊。这个关键的意义要先能稳住，人生才会看到希望。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解释。第一个意义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品格跟原则啦，或者道德也是啦，也可以说一个人的底线跟良心啦。一个人如果做人没有诚信跟原则，即使他再有能力再有财富，也就是一后面有很多的零，最后还是空了。第二个一就是修行的关键，也就是那一念心啊。佛法常讲一念善行为就正了，一念偏全盘皆偏所以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那一念对不对啦。念头正确，零才有价值的。念头偏差了，做的再多也只不过是累积执着而已啦。没做还好，做的越多反而越执着。做志工也是这样的道理啊。好，第3个一就是人生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核心价值啦，也就是出发心跟我们的目标。要问自己是为何辛苦，为何忙？忙虽然是很好啦，忙甚至是长寿药啦，但千万不要忙着失去目标、失去方向、失去重点了。回首当年是空忙一场，虚度一生这样虽然后面很多零，但一不见了，还是空忙一场，不是吗？好，那综合以上3个条件，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人生不怕一后面没有零最怕的是前面的一不见了。这是因为一在零才有价值，一不在则万有皆空一个人努力赚钱，存了很多的零，但如果健康的这个一不见了，再多的钱也用不上。其实不要说用不上，根本就带不走所以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不是这样子吗？健康就是一嘛，而财富、地位、民生等等，这些也都是一后面的零一个家庭彼此间的信任跟爱，就像那个一，感情破裂，也就是一不在了。那个一都不在了，房子、车子、存款这些零再多，也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嘛，不是吗？其实这个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树干代表一嘛，树枝、树叶代表很多的零那树干长虫或烂掉了，就好像一不见了摇摇欲坠啦。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忙于追求外在的成就，也就是想要追求很多的零，但却失去了内在的清明跟觉照，也就是一不见了啦，那么人生也会变得空虚跟失落嘛。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都有过的经验呢，甚至可能现在正在苦尝这种滋味都有对不对？所以才说有心为本，一切皆成；失心为空，万有皆无就是这个道理啦。把这样的道理用在修行上也是通。例如我们学佛讲一门深入，一心一志，而不是要修很多的法门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一念正，也没有一条清楚安住的道，那修的再多的法门也只不过是数量，而不是力量。一门深入不是排斥其他法门而是让心能够专精不散乱。例如念佛可以念到什么？一心不乱。禅修可以观到念念分明
行菩萨道法门也是一样，可以做到复处无所求，三轮体空啊。那这些不同法门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回到这一念心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这个无二路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啦，殊途同归，路不一样，目标是一样的。那这个同归，这个归是归到一嘛，归一嘛，一要在嘛。那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门深入，只修一个法，但内心却充满比较、执着跟我慢，总认为自己所修的法比别人高一等，比别人厉害。那这样的话，这个人的一虽然他是一心一志但他的一也是不在所以学佛不在于说学多少法门或只学一种，而是在于自己的心有没有专一，有没有正念，有没有觉悟这才是要把它稳住的一的。方向错了，走再多都是偏离；方向对了，哪怕是很慢，也是在逐渐靠近的啦。总而言之啦，法门可以万千，归处只在一心。心若不一，万法成散，散开的散，分散的散心若归一，则一法通万法。这个一法通万法的意思就是一理通万理彻啦。关键就在这个一理通一理通就是一要在一理通这个一如果不在，后面就不会有万理彻的效应啦。其实这也是道一以贯之的道理关键在这个道一嘛，道一的这个一要在，否则要怎么去贯之呢？对不对？一条线把这个念珠串起来，那是一呀，没有这个一，那个珠子怎么串起来？珠子一个一个是零但是没有那个线去把它串起来，怎么会变成念珠呢？对不对？好，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非常精进，学很多，做很多，参与很多。今天学这个法门，明天接触另一种法门。哪里有法会去参加，哪里有法师开示就去听，哪里有活动他就去付出，看起来是很充实，但需要静下心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心有没有一个一满天钻金条，你要杀无半条这个一还在不在这个一就是最初的那一念心，叫做初发心初发心就是很重要的一。因为发心如初，才会成佛有余嘛。初发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初发心是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初发心能够把持住，再加上一门深入，那就是如虎添翼一般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说了，一就是指南针零就好像我们所走的每一步啦，没有指南针，走再多的路都是走冤枉路，不是吗？有了方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意思就是说，法门可以很多，但心要归一事情可以很多，但念要单纯只要我们能够找回那个一，那人生就会活得很有价值。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前面的一不见，后面再多的领来这里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